来吧，新玩具小号手的千斤顶。哎呀，这家可是真的慢呢。回想一下啊，《大黄蜂外传》原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电影作品，这之后还有了《变形金刚7》和《变形金刚起源》。哇，千斤顶才出来，而且这后边的铁皮和救护车还没出呢。哇，小号手你得抓紧点时间了啊！盒子的包装这回也不一样了，封边的地方胶条还给你留了一个非常方便撕开的小拉手。零件的内容一览依旧不多，但同样大部分的零件都做了预涂装和预成型色。哇，这回的千斤顶有意思啊！哎，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技术是曾经万代引以为傲的一体成型色吧？尤其胸口的这块零件，看，一体成型了分色处理，板件的细节做得很棒，而且大部分都使用了这种很纤细的按压水口，预涂装的部分也都做得很精美，并没有任何的溢漆。好，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过程，小号手的这款千斤顶就搞定了。可以说全程我几乎没有使用到水口钳子，特别细小的按压水口，你只需要轻轻的一掰一拧就可以下来了。当然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毛边的现象，也是用剪子随便剪一剪即可。来看看组合完成的这个素质吧，可以说这一回的老千是比起之前小号手推出的这些小级别拼装玩具素质又更高了一个档次啊，主要是体现在板件上边就明显能感觉到的那种一体成型注塑的多颜色多零件的分色处理，真的很好看。尤其在拼胸口这一块的时候，透明零件的嵌入和前方这一块面板的一个扣合，我们拉近来看曲线的造型和内构的一些刻画，以及透明零件映衬出来的细节是一丝不苟的。这一回的头雕会做的特别棒啊，很漂亮，很不错。虽然很小巧，但是这一回的细节做得很丰富。别看分色这么多啊，其实只需要3个零件，前后脑袋的夹合以及中间的这一块蓝色，眼睛、口罩这些全部都是一体成型出来的，特别棒。背后这里的纹理细节，红色的部分不是涂装，是嵌上去的零件，而且这些零件是一体成型出来的，不需要你组装。包括这个地方的红色。所以也是很感叹，这一回小号手在这种极小系列的拼装玩具上边，哇，这个技术进步也是特别有目共睹的。胯部这里的细节，腰部的刻画、涂装的细节，还有腿部的一些造型零件，层次感做的都很好。之前大家一直诟病的啊，这个脚踝关节的嵌入，这回里边也是一个柔软的材质，直接一个竖桩子斜插进去。所以在安装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什么特别难别扭的地方。背后的小翅膀也很漂亮，直接是预涂装的颜色，很好看。屁股蛋这个地方会录制一个菊花，当然自带的这个支架插在这里边就可以起到支撑的效果。头部一个球形关节，来回活动的幅度还很大。肩胛可以独立的抬起，根部是球形关节，后边的小翅膀也可以来回的拧动。因为肩膀里边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各方位旋转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二头肌来回的旋转，胳膊肘这里有2段的曲臂关节，所以折叠起来的幅度也很夸张。小臂上边的纹理细节刻画的也相当的不错，在根部这里还可以旋转活动。手腕是球形关节，替换手的时候直接拔下来就行。胸口下方这里有一个旋转的关节，范围很大，但并不能做到360度。因为尺寸过小，这里边也没有做弯腰的关节。胯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前后摆动范围幅度很大，但是侧踢的话，因为造型的局限，这里只能开合这么点的幅度。根部也是根据球形关节的开口球腕去进行活动。膝盖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先把小腿肚子后方的造型零件双关节下拉，把这个喷口挪开，然后就可以通过双段关节进行活动。膝盖里边还有非常不错的层次挡肉，并不会脱肉啊，很真实的一个关节折动过去，漂亮。脚踝这里可以拉伸一个 Z 字的关节，并且里边有着不错的刻画展示。左右接地也是靠那个球形关节的活动范围，脚底下也有不错的刻画效果，并不会出现任何的偷胶空洞。并且还有一些花纹和 logo， 所以也带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小号手的东西虽然做得慢，
但是也属于那种慢工出细活。从一款一款角色的更新上面，你能看到在耐心的打磨模具的精度细节，以及涂装的分色处理，甚至在一些技术迭代的进步上边，小号手也能在一盒一盒作品推出的过程中给玩家一个很明显的反馈。这一次千斤顶最大的进步点，板件上除了一如既往漂亮的玉涂装之外，一体成型色的这些嵌入式的零件，真的也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制作水准。而且在你组装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友好的。一些轴桩子在插入以后有一个吧嗒明显的锁定感，不是那么容易崩开，并且在膝盖关节里边一层一层的挡肉，让这个机械的真实感描绘得更加精致。一款不足10公分的小拼装玩具，最后完成的效果却是十分惊人的。这便是小号手在外传这条线上面带给我们的一次次小小的震撼吧。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